我被苏家当街拽回府时，兄长第一句话竟是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回来抢妹妹夫婿？”亲娘哭着认女儿，亲爹却急着把我塞进尚书府做妾。妹妹捏着手绢说愿意把婚事还给我，满屋人都等着看我感恩戴德。我说我早已嫁人。满屋人笑我痴心妄想，还要把我强留在苏府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夫君今日下朝，正满京城找我，而他最护短。我进京城是来成亲的，京城街上热闹，我就带上紫嫣随便逛逛，正在挑选首饰，谁知猛地被苏府管家拽住。你就是我苏家12年走失的女儿！根本不听我解释，直接把我和紫嫣拉回苏府了。起初我只觉得荒唐，直到看见苏艳柔那张跟我几乎完全一样的脸庞。苏父看着我，双眼泛红，却并没有出声。苏母倒扶住我的肩膀，话没说就掉下眼泪。我的月儿，终于把你找回来了。这么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待在青州。这些年来，让你受苦了。只是你回来的时间不对，怎么偏偏赶上你妹妹即将成亲的时候？我彻底无语。并不是我自己想来的，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你。这时，旁边一个容貌相近的男子满脸错愕地盯着我。苏林月，小时候谁让你乱跑的？害得全家找了你10几年，现在怎么又跑回来了？莫非是要跟柔儿抢夫婿？我扭头指向身旁的管家，是他不顾我的意愿将我拉回来的，关我何事？少爷，我看他跟二小姐长得几乎没差，觉得肯定是失踪的大小姐，这才急忙请回来的。苏父怒斥那男子：燕婷，你给我少说2句，好歹她也是你亲妹妹，怎么能这样对她？苏燕婷语塞，冷哼一声，撇过头去，不再理会我。苏艳柔扯着手绢，望向我，看似眼眶泛红，可却有一丝不合时宜的嫉恨。她走到苏燕婷身边，安慰她说：“大哥，你可别这么说。早前忠义侯府那门亲事本来就是姐姐的，怎么能说是抢呢？就算姐姐现在想把婚事要回去，也算正常，我也该还给她，不是吗？”苏父轻咳2声，缓缓地开口：“凌月，虽然你如今回来了，那门亲事原来是你的，但因为你失踪，就给你妹妹了。江尚书之前有意和我们结亲，为父刚才已经让人去请了她过来。虽然只能是妾室，但也比你在乡下草草嫁人的好。”我冷脸打断他：“你们究竟在讲什么？我可不是回来抢谁亲事的。我进京城本来就是为了补办大婚。你们别说这么多，我是不是你们苏家的人都还未确定。”苏母一把抓紧我的手，露出手腕的月牙印记，顿时又掉下眼泪。没错，你就是我女儿，你这个胎记出生就有。就冲他们刚才说的话，这会儿我压根不想搭理他们，这哪是面对刚找回来的女儿该有的表现。我果断抽回手，语气冷漠：“实在抱歉，我不喜欢被人随便碰，尤其是不熟的人。”苏沫脸色一白，眼里闪过一丝不悦。苏艳柔又捏着手绢落泪：“姐姐，你可别这样对母亲，你不晓得这些年她有多惦记你，眼睛都快哭坏了。如果你有什么不满，就冲我来，这婚事我也能还给你，你千万别动怒。”我还没说话，苏燕婷倒一个箭步挡在她身前，满脸怒意地看着我：“凭什么要还给她？她走丢了10几年，都以为她没了，这门亲事给你理所应当。反正她已经吃过苦，现在不管什么婚事给她都是极好的，她应该感恩戴德。江尚书家的主母我十分清楚，是个好相处的，哼，她能嫁过去也是福气。”我的脸立马拉了下来：“这是福气，那给你要不要？你们是聋了还是傻了？没听明白我说话吗？我讲了，我已经议亲，进京城就是为补办大婚的。这2门婚事，你们当成宝，但我压根看不上，也不要。我早已经嫁人了。”满屋安静，他们总算转过头看向我，听清我讲的话了，脸上全是不解和震惊。直到苏艳柔望向房门外，眼睛一亮：“谢脸哥哥，江尚书。”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只见门外站着2个男人，正地盯着我看。江尚书明显上了年纪，长得也不好看。另一位忠义侯府世子谢脸看着倒是稍微好点，但比起萧炎，差的真不是一星半点。他正好抬头看着我，四目相对，我瞥见他眼里闪过一丝惊艳，但稍纵即逝。他跨过门槛，摇着手里的直扇，语气讥诮：“苏伯父让人请我来商议婚事，说失踪的大小姐回来了，本世子便来看看。没成想，竟是个大放厥词的无知村妇。我忠义侯府的婚事你都看不上，怎么？你难道想加皇亲国戚不成？”江尚书也黑着一张脸：“我也是看在你们苏府能与侯府结亲的份上，才愿意纳你为妾。要不然你流落在外10几年，也不知道被教成什么样子，不似京中贵女那般知书达理，我凭什么会答应？”现在倒好，我都还没嫌你倒是先嫌弃起我们来了。真是
不知好歹！一股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。我看你们才是不知所谓，我的身份岂容让你们如此辱骂？身旁的紫嫣更是忍无可忍，走上前大声呵斥：“你们大胆，敢对我们景王妃无礼！要是让我们王爷晓得你们这般欺负王妃，你们的日子也就彻底到头了！”全场皆惊，鸦雀无声。谢脸直扇的手停在半空，脸上嘲笑，表情瞬间僵住。江尚书更是吓得脸发白，嘴唇哆嗦好几下，竟一个字都说不出。苏燕婷猛地回过头，瞪大双眼看着我，好像头一回认识我这个妹妹。苏嫣柔的哭泣声立马停住，手绢还紧攥在手里，眼眶的泪水还在打转没有掉落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还是苏父先反应过来，声音发抖：“你说什么？景王妃？”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紫嫣，额角青筋直突突跳。景王殿下王妃是靖安侯府嫡女，1年前早就已经大婚，全京城有谁不知？你该不会是被人骗了，竟敢冒充王妃，这可是掉脑袋的罪！苏母也缓过劲来，攥着我的手紧了紧，语气透着责备：“月儿，你在外头漂泊多年，不懂人心险恶，这景王妃的头衔岂是能乱认的？听娘的话，趁现在还没人晓得，赶紧收回这话，莫要给苏家惹事。”又是这样，他们就是听不明白我的话，仿佛聋了一样。出门太匆忙，我和紫嫣身上也没有能证明身份的东西，就算我亮明了身份，他们也不信。我轻轻抽回手，往后一退。我再讲最后一遍，我叫秦长歌，不是苏林月。从没想过要回苏家，也不稀罕苏家给我安排的任何亲事。这趟回来，我不会在京城多待，也绝对不住苏府。你们就全当找回我这女儿吧。至于我是不是景王妃，你们相不相信都无所谓。紫嫣，我们走。可是刚走到门口，就被苏燕婷拦住。她一个箭步挡在门前，双臂一横：“你不能走。”我抬头看她，你什么意思？苏燕婷冷笑一声：“你方才说了那些话，万一出去乱说，苏家可担不起这个罪名。在事情弄清楚之前，你就待在府里，哪里也不准去。”苏父沉吟片刻，也点了头：“你兄长说的对，先留下来，等我们查清楚了再说。”苏母走过来拉我的手，语气软了不少：“月儿，你听话，娘不会害你的。你是我们的女儿，出去后能去哪里？再说侯府世子和江尚书还在这里，你怎么能直接走人？”我侧身躲开他的手，声音冷得像结了冰：“你们这是要软禁我？”苏燕婷讥笑：“说什么软禁？你是苏家的女儿，住在苏家天经地义。等你什么时候清醒了，不再说这些疯话，自然让你走。”紫嫣气得浑身发抖，挡在我身前：“你们好大的胆子！王妃要回王府，谁敢来拦着？”苏燕婷看都没看他一眼：“一个丫鬟也敢在苏家撒野！来人，把他们带去后院安置，好生看管。”几个婆子应声而上，我怒从心起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直接将那几个婆子踹飞。几个婆子瞬间摔在地上，痛苦哀嚎。我冷脸看了一圈在场的人，他们不知道我那几年是怎么过来的，现在也该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与野狗抢食救靖安侯时的身手是如何的。屋里再次寂静，他们看着我，都吓得往后退了2步，满脸震惊与恐惧。我慢慢走上前，站到浑身发抖的苏燕婷跟前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。打小我到底是怎么走丢的？这事我会查清楚。我没想回来，却被你们这般对待，是给你们脸了？不问我这些年怎么熬过来的，却光顾着怕我抢你们的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我早是景王妃，就算整个苏府送给我，也不稀罕。再敢拦我，打的可就不止巴掌，而是……苏父怒声喝止我：“放肆！早说了，景王妃是治靖安侯的嫡女，你还在冒充！你这一进门就想让我们苏府跟着遭殃不成？”我冷脸回怼：“靖安侯是我救的，他收了我当女儿，落在主母名下，这很难理解吗？”苏燕婷捂着嘴巴，脸色煞白：“你再胡说，别怪我们动家法！”苏燕柔更是赶紧扑上来，一把拽住我的手，小声落泪：“姐姐是不是在外受了什么刺激，才会变成这样？妹妹把什么都让给你，你千万别再这样下去了，好吗？”谢莲冷哼出声：“柔儿，你说的什么话？我本来属意的是你，就算他回来了，我也不换。一个粗俗不堪还会撒泼的无知村妇，我不要。”江尚书赶紧接茬：“我也不敢要，要不起。”我握着裙摆的手指节发白，刚想冲上前赏他们每人一巴掌时，就听见门房匆忙来报：“老爷，夫人，景王来了！”我瞬间收起怒意，抬头望向门外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屋里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门口，萧衍不知何时已经站那儿了，身姿如松，面若冠玉，一双狭长的凤眸含着淡淡的笑意，正看着我。他身上还穿着朝服，玄色蟒袍显得他整个人威严而金贵，一看就是刚从宫里急忙赶来的。他叫我的名字，
声音低沉轻柔，和平常在外人面前冷冰冰的样子完全不同。长歌。接着他大步走进来，眼神从苏家人身上扫了一圈，那目光瞬间就冷透了。本王刚才在门外头听到了一些话。他语气平淡的，就像在说天气挺好。有人讲本王王妃是无知村妇。谢脸扑通一声跪了下去，直扇脱手掉落，脸色吓得发白。王爷恕罪，臣不知是王妃。江尚书更是两腿发软，直接瘫坐在地，全身直哆嗦。王爷饶命，臣瞎了眼，臣该死。萧衍看都没看他们一眼，直接走到我跟前，旁若无人的拉起我的手，语气温柔的不像话。怎么不等我出宫就自己跑出来，害我一通找？要不是本王找得快，你得被这些人欺负惨了。我故意撇下嘴，满脸委屈。我就是想出门逛逛，谁知道就被拉到苏府认亲了，还差一点被扣在这里不能出去。萧炎脸上的温柔立马收起，扫了一眼苏家众人，满面寒霜。想扣留本王的王妃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苏家众人彻底吓得没声了。苏燕婷脸色一阵青白，嘴唇哆嗦好几下，终于艰难的开了口：王爷，林月她真就是您的王妃吗？萧衍抬眸盯着他，眼神冷冰。那不然，难道本王会随便牵一个女子的手？还有，她不叫林月，她是靖安侯府的嫡女秦长歌，不要乱叫。苏燕婷被堵得讲不出话，喉咙滚动了一下，整个人就像是被抽干了力气。苏燕柔站在一旁，脸色白得几乎透明，眼神在我和萧衍中间来回打转，指甲狠狠掐进手心窝里。她准是回忆起刚才自己讲的那些话，把亲事还给我。我在外面孤苦，她愿意成全。那些假装好心的漂亮话，这会儿听来全都变成了笑话。景王妃，她肯定做梦也没想到，我这个在外流落12年的姐姐，竟然已是景王妃。而那门他费足心思才抢到的忠义侯府亲事，跟景王妃一比，简直不值一提。苏木先缓过神来，眼圈又红了，可这回的红明显带着几分热切。月儿，不，王妃，你竟然是王妃，怎么不早点说？这几年你在外边受了多少罪，娘想想就心疼。他说着又要来拉我的手，被萧衍一个眼神定在原地。苏夫人，萧衍的语气疏离而冷漠。长歌12年前究竟是如何走失的？本王自然派人查清楚，最好不是你们苏家人搞的鬼。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：长歌已经嫁入皇家，便不再是苏家的人，婚事嫁娶自有王府做主，不劳你们操心。这话讲的虽然客气，但字字句句都是刀子，尤其是最后一句，直接把苏家方才说的那些安排婚事和纳为妾室全都钉在了耻辱柱上。苏父脸色红一阵白一阵，嘴巴哆嗦了半天，总算挤出一句话：王爷说的对，是我们考虑不周。苏燕柔突然出声了，用眼偷偷看了好几眼萧衍，声音轻轻的，带着一丝颤抖：姐姐，你也真是的，刚开始那会儿为何不直接说你是景王妃？若是早说了，也就不会有这些误会。我差点被他气笑了。我说了，我说我已经议亲，来京城就是要成亲的，是你们不听，自顾自的给我安排什么尚书府的妾室，说什么吃过苦头，哼，不管什么婚事，都是极好的。我的视线从苏燕婷脸上扫过，她立马低下头去，耳根通红。苏燕柔被噎得讲不出话，看着萧衍，眼眶里又满是泪花，看着可怜。萧衍冷冷瞥了他一眼：是你们自己没长眼，这关长歌什么事？看来颠倒黑白的本事也是炉火纯青啊。苏木赶忙打圆场：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女儿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王爷也在这里，不如留下来用个便饭。萧衍看向我，用眼神询问我的想法，我直接拒绝：不想，跟他们不熟。萧衍扫了一眼躲在角落的谢脸和江尚书，他们两人额头沁出秘密细汗，立即拱手告辞：王爷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臣有事先走了。他们说完就想跑。站住！忠义侯府世子是吧？回去告诉忠义侯，你们侯府的爵位算是做到头了。还有你江尚书，一个靖安侯嫡女，还是王妃，这两个名头都不是你能辱骂的。回去做好离京准备，本王一向睚眦必报。你们刚才对本王妃出言不逊，也该知道后果。他们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，豆大的汗珠从额头落下，相继跪在地上。王爷，我爹知道会扒我皮的，求您看在忠义侯府满门忠烈的份上，饶过我们吧！饶命啊，王爷！是臣眼拙，没认出王妃身份，求您再给次机会。萧衍没理会他们，只是低声问我：我们走。我点了点头，他揽着我，在侍卫的簇拥下出了苏府。苏父等人在身后看着我们离去，急得直跺脚，连连叹气，甚至还传来他们互相责怪的声音。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回到王府，萧衍让我去休息。你今天遇上这糟心事，想必心情都不好了，要不先去休息，
现在府里都在紧锣密准备3天后的大婚，户部和内务府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。等你休息好了再去看看哪里不够，不好及时补上。我看着忙碌的下人，满是喜庆的王府，嘴角都压不住了。王爷，这就已经很完美了，我很喜欢。他捏了捏我的脸，宠溺的笑笑。你呀，就是这么容易满足。我知你小时候过得太苦，所以才养成如此性子。但你要知道，现在你可是靖安侯女儿，又是我的王妃，这天下除了父皇母后，还有东宫，无人能比你更尊贵。你不需再节省，也不需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你只需要自己开心。刚走丢时我被人捡回家受的苦，到现在还深深印在心里。不刚过10岁就被他们盘算拿去匆匆嫁人换钱，要不是我运气好，在靖安侯遇到危险时，我靠着对地形的熟悉和一身胆量帮了他，我可能早就被嫁人了。可我实在想不到，有朝一日被认回亲生父母，还被如此对待，深深的委屈涌上心头，我眼眶泛红，扑进他怀里。萧炎，谢谢你对我真好。他宠溺地摸了摸我的头发。傻瓜，你是我心尖尖上的人，不对你好，我对谁好？明日和我进宫一趟，母后想你了。我点了点头。那我今晚先去靖安侯府。他轻声说道。是了，他们也派人来过，也想你了。你看看你现在多么幸福，好多人想你，你不是没人要的小苦瓜。等你睡醒，我陪你去。我扑哧一声笑出来。你挺会哄人的。我带着青州特产和一些奇珍异宝去了靖安侯府，他们待我极好，不仅给我准备了12台嫁妆，一对羊脂玉镯，一个璎珞项圈，还有一整套珍珠头面，一顶华胜，2对眼鬓，3对发簪等，共18件，件件以金丝为骨，南珠为饰，粒粒南珠大小几乎一致。华胜正中的主珠竟是罕见的淡金色，这简直就是价值连城。我鼻子一酸，朝他们跪下。父亲，母亲，嫁妆上已经准备够多了，这些头面就不要给我了，这太贵重了，还是留给月华妹妹，她也即将出嫁了。靖安侯立即与侯夫人将我扶起。你这孩子都是王妃了，怎还敢跪我们？该我们跪你才对。要是当年你没救我，靖安侯府哪有现在的荣光？我们给的再多，你也受的。你虽说不是我亲生的，可你贴心懂事，胜似亲生。自从你跟王爷成亲后，也给了我不少好东西。我们送的这些算不得什么。再说，我们是你娘家，给你出嫁妆，那是我们理所应当的。月华也拉着我的手，满脸笑意地看着我。姐姐，你放心，母亲也给我准备妥了。你现在是景王妃，只有越珍贵的东西才能给你撑场面，让别人不敢小瞧了你。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们靖安侯府就是你的仪仗。再说，你来的时候给我和父亲母亲带的奇珍异宝、古玩字画，哪样会比这头面便宜？你就安心收下，这样我们才会高兴呀。眼眶里的泪再也忍不住落下。这样的他们才是我家人，恨不得把府里最好的东西全给我，而不是像苏家那般只担心我抢了他们的东西。萧衍笑着给我擦去眼泪。被苏家欺负成那样都不哭，现在倒哭了。靖安侯冷哼一声。这事儿我们听说了，他们竟敢这样对你，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。他们苏家本就是京官末流，如今再做出此事，满京城的世家谁还敢娶他们家的女儿，嫁给他们家的儿子？侯夫人更是脸色不愉。长哥，本想着他们如果品行好，你认祖归宗，我们也高兴。可现在看，他们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，所以你还是远离才好，以免被他们添堵。看着他们纷纷替我抱打不平，我心里暖暖的。我点了点头。会的，我会远离。毕竟以后我和王爷不会在京城久住，会回青州封地。他们这才点点头，放心下来。吃过晚饭，我们离开了靖安侯府，出嫁前日再回来待嫁便可。回王府的路上，我靠在萧衍怀中闭眼休息。马车突然急匆匆停住了，萧衍冷下声：“何事？”护卫张震禀告：“王爷，像是苏家的那个女儿，她摔倒在马车前。”我和萧衍对视一眼，他说：“你在马车上等我，我下去看看怎么回事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反正我也不想见他。萧衍挑开车帘，直接走了下去。我掀开车帘，只见苏燕柔柔裙摆旋开，发髻上的珠钗滑落，整个人歪在马车前。抬起脸时，睫毛上还挂着快要掉下的泪珠。王爷，对不起，我不小心。下一秒就传来萧衍冷的几乎没有温度的声音：“你是没长眼，还是腿断了？”苏燕柔愣住，萧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眼神从他脸上扫过，像是在看一件什么碍眼的东西。本王的车驾行至此处，整条街的人都避让，唯独你冲出来倒在车架前。他唇角弯了弯，笑意却冷得像刀。苏二小姐这般精心算计，是当本王眼盲，看不出你是故意摔的。苏燕柔脸色刷地白了。王爷，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萧衍打断他，声音不高，却字字清晰。你只是长了一张和长哥相似的脸，哼，所以你觉得自己也可以试试。
他俯下身，离他近了点，近到苏燕柔几乎能闻到他身上清冽的龙涎香。他的双眸瞬间亮了，可下一秒，萧野那双凤眸里的寒意便将他整个人钉在了原地。苏燕柔，本王告诉你，你跟他除了这张脸，没一处相似。他摔倒是真的不小心，爬起来拍拍灰就笑。你摔倒是挑好了位置跟时间，连眼泪都提早含在眼眶里。他看本王时眼里干干净净，你眼里藏着什么？需要本王当着纸条贴的人说出来吗？苏燕柔浑身发抖，嘴唇发着颤，一句话都讲不出来。萧衍直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了他最后一眼。别用这张脸做这种下作事，你不配。他转身上了马车，掀开车帘，把我暴露在苏燕柔眼前。我如愿看到了他脸上的震惊和惨白。萧衍对着我宠溺的笑着，吩咐张震走。我透过车窗看到苏燕柔瘫坐在尘土里，珠钗掉了一地，藕荷色的裙摆沾了灰。周围不知何时聚了几个看热闹的路人，窃窃私语声像细针一样扎进他耳朵，攥紧了地上的泥土，指甲缝里嵌满沙粒。那张精心打扮过的脸上，泪水终于真的落了下来，却不再是柔弱的美，而是扭曲的、见不得光的嫉恨。大婚这日，整个京城都像被红绸裹了起来。景王娶妃，陛下亲赐金册宝印，10里红妆从靖安侯府一路铺到景王府，沿途百姓挤得水泄不通。我坐在轿中，听着外面锣鼓喧天，手心微微沁出一层薄汗。萧衍骑着高头大马走在最前边，玄色喜服上金线绣着的五爪蟒在日光下流光溢彩。他偶尔侧过头来看轿子一眼，隔着帘子我也能感受到那眼神里满满的笑意。进了王府，坐在寝殿整理仪容，准备一会儿拜堂。紫嫣在旁边帮我整理裙摆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刚才的盛况。王妃，您没看见那条街上撒的铜钱都快把路面铺满了，还有侯府送来的嫁妆，整整64台，看的那些世家夫人们眼睛都直了。他话没说完，外边突然传来一阵吵闹，张震忽然急急来禀报，带着几分压不住的怒意。王妃，苏家来人了，他们说要见王妃，还说他们是王妃的娘家人，今天大婚他们应该坐上座。我抬了抬眼皮，紫嫣气得跺脚，他们还有脸来？上回把王妃扣在府里的人还没跟他们算账呢。我站起身，理了理凤冠上的流苏，嘴角浮起一丝淡笑。既然来了，那就见见，有些事也该了结了。前厅里已经剑拔弩张，萧衍坐在主位上，一手支着下颌，脸色淡淡的，看不出喜怒。他身边的靖安侯夫妇脸色铁青，月华更是气得直咬嘴唇。苏家来了好多人，苏父苏母穿着专门赶制的崭新衣裳，苏燕婷沉着脸站在一旁，苏燕柔则穿着一身水红色衣裙，头上簪着实心的珠花，打扮得比我这新娘还隆重几分。她手里还捧着一个锦盒，面上带着温婉得体的笑。苏母一见我出来，眼眶立马红了，扑过来就要拉我的手。月儿，不，王妃，娘来看你了。你大婚之日，娘怎么能不来呢？这是娘给你备好的贺礼。他身后的下人捧上来鸡皮料子，一对玉镯，一套赤金头面，看着还算体面，可若和靖安侯府送的那套珍珠头面一比，简直寒酸的像打发下人。我没接，只是退后半步，语气冷淡。苏夫人，我早已经说过，我不是你的女儿。今天是我大婚，我不想闹得不愉快，你们请回吧。苏母的脸僵住了，苏燕柔趁机上前一步，把那锦盒打开，露出里面一对成色尚可的翡翠镯子，声音柔柔弱弱：“姐姐，不，王妃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何必这样生分？虽说你如今是王妃，可血脉亲情总归是割不断的。今日这般大喜的日子，要是没有娘家在场，岂不叫外人看了笑话？”他说的情真意切，眼眶微红，仿佛我是什么不认亲人的白眼狼。厅里不少来观礼的宾客开始交头接耳，目光在我和苏燕柔那张几乎一样的脸上来回打量。我还没出声，萧衍突然冷笑了一声，他站起身，慢悠悠走到我身边，自然而然地揽住我的腰，目光落在苏燕柔脸上。苏二小姐这张嘴，当真是巧得很。上次在街上那一摔还没摔够，今天又想来演什么把戏？苏燕柔脸色一白，捏着锦盒的手指关节发青。苏父赶忙打圆场：“王爷说笑了，柔儿只是念着姐妹情谊。”姐妹情谊？萧衍打断他：“苏大人，你既然提到了情谊，那本王倒想问问，12年前长歌是怎样走丢的？”厅中霎时一静，苏父脸色微变：“这都是很久以前了，那时他年纪小，贪玩，自己跑出府去。”自己跑出府！靖安侯忽然站起来，满脸怒火：“本王查过当年的卷宗，苏林月走丢那天是苏燕婷带她出的门，说是去庙会上玩，结果回家的时候只有苏燕婷一个人，说妹妹走撒。”
他的眼神转向苏燕婷，这人脸色煞白，嘴巴哆嗦着讲不出话。苏燕婷，你那时12岁，带着5岁的妹妹出门，却让她在人群里走散，你当真是无义。苏燕婷捏紧了拳头，额角沁出冷汗。苏燕柔突然急忙开口：“大哥当时也急坏了，他找了半天找不到，才回家去报信儿的。”我突然出声：“是吗？”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我慢慢走到苏燕婷跟前，看着她那张跟我挺像却又陌生的脸。苏燕婷，敢不敢当着你爹娘的面，把你当年写给私塾童装的那封棉念一遍？苏燕婷猛地抬起头，瞳孔骤缩，她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尽了，嘴唇抖得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。你怎么会？我从袖中取出一张泛黄的信纸，展开来，上面的墨迹已经有些模糊，但字字清晰可辨。那封信，你写完之后没有送出，而是藏在了书房的暗壳里。大家来听听，他写的是什么？那个烦人的妹妹终于被我甩掉了。她哭喊着追我的时候，我就躲在人群里看着她被挤走。她越哭，我就越高兴。爹娘原本说要给她请京城最好的女先生，还要把祖母留给她的那套童样给她，可她没了，那些就都是柔儿的。柔儿跟我哭了多少次想要姐姐的一切，我终于帮她夺过来了。厅中死寂，苏母身子晃了晃，险些站不住。苏父的脸色从红变白，又从白变青，眼珠子死死盯着那张信纸，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苏燕柔猛地扑过来，想要抢那张信纸，声音尖利起来：“假的，这是假的，大哥们不会做这种事，我也没有这种想法。”萧衍伸手一挡，将那信纸收回袖中，居高临下的看着瘫倒在地的苏燕柔：“假的，那用不用本王把苏府当年的老母找来对质？还是请大理寺的人来验一验笔记？”苏燕柔浑身发抖，脸上温柔乖巧的面具总算彻底破裂，露出底下那张布满嫉恨和不甘的脸。她抬头看着我，眼中全是滔天的恨意。秦长哥，你得意什么？你就是个被丢掉的丫头！要不是大哥把你扔了，你早就被妈妈配给江尚书那种老东西做妾了。你能当上王妃，不过是命好。我终于忍无可忍，一巴掌扇在苏燕柔脸上。闭嘴！清脆的巴掌声响彻前厅，苏燕柔被打得偏过头去，脸颊迅速肿起一块，嘴角渗出血丝。苏母惊叫着上前抱住她，转头对我哭喊：“月儿，柔儿她只是一时糊涂，她是你亲妹妹啊，燕婷也是你亲哥哥，你原谅他们好不好？”我打断她，揉了揉自己的掌心，声音平静的连自己都有些意外：“我没有这样的哥哥和妹妹，也没有你们这样的父亲和母亲。”我看向静安侯他们，扬起嘴角笑了笑：“我有更好的家人。”苏母瞬间呆住，身子晃了晃，险些站不住。我看着眼前这一家子人，苏父满脸丧气，苏母哭得妆都花了，苏燕婷低着头，浑身发抖，苏燕柔捂着脸，怨毒地盯着我。他们身上那些漂亮的新衣，在这个时候显得很可笑。萧炎走上前来，握住我的手，掌心温热。他扬声道：“来人，把苏家这些人赶出去！从今日起，苏家任何人不得靠近景王府半步。明日我便奏请父皇，将苏家贬黜，赶出京城，此生不得回京。”侍卫应声而上，将苏家人架着往外拖。苏母一路哭喊着回头，苏父摇晃着走在最后，整个人好像一下子老了10岁。苏燕柔被拖出去前，最后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双跟我几乎一模一样的眼睛里盛满了恨意和不甘。苏燕婷更是满脸愧疚与恐惧。我看着她被拖出府门，忽然觉得很平静，没有报复的快感，也没有悲伤，只是觉得一切终于有了一个了断。萧衍低头看着我，轻声问：“还好吗？”我笑了笑，回握住他的手：“还好。反正从来没拥有过，失去也不会痛。王爷，吉时还没过，我们是不是该回去接着拜堂？”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笑出声来，一把将我直接抱起。好，今日是你我大婚之日，别的不相干人都该走得远远的。宾客们识趣的让开一条道，笑声跟道喜声重新响起来。月华在后头冲我挥了挥手，静安侯夫妇脸上也终于露出笑容。我靠在萧衍怀里，听着他胸腔里沉稳有力的心跳，忽然想起那年青州的冬天，我又冷又饿，蜷缩在破庙的角落里，以为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可现在我穿着嫁衣，被这世上最好的人抱在怀里，过去的12年就当是一场漫长的噩梦，而梦醒之后，山河万里都是好光景。